对于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希特勒似乎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由衷的这么认为。他是真心的想要把这满腔的热血抛洒给他殷切热爱的第二祖国。为此，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出了近乎疯狂的英勇。战争是1914年夏天爆发的，到了1914年底，他就获得了一枚2级铁十字勋章。哪怕他在经历了那种4天激战，3500人仅生还600人，4个连队不得不被迫撤销番号这种一场惨烈残酷的战斗之后，仍旧在腿部受伤、完成治疗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重返战场。而后他的军衔升到了步兵下士。到了1918年8月，作为下士，他获得了几乎不授予普通士兵，只有高级军官才能获得的1级铁十字勋章。据说是因为他孤身一人俘虏了15名英国士兵。很显然，希特勒是非常的引以为豪，因为直到临死前，他都一直佩戴着这枚勋章。就在希特勒获得1级铁十字勋章之后2个月的10月13日晚上，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希特勒中了英国人释放的毒气，双目失明。他这才不得已从前线撤离，到柏林东北的一个军事医院疗养。休养期间，他听到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惊天噩耗的消息，他称之为本世纪最卑劣的事情，就是德国战败，德皇退位逃去了荷兰，柏林宣布成立共和国。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希特勒跟很多普通德国人一样，固执地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背后中了暗箭，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德国的战败是源自于国家内部的分裂和政治背叛。而且停战之前，辛登堡元帅在一封信中清楚地写了，鉴于目前军事形势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停止战斗。但是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接受凡尔赛合约、签订投降书、成立民主政府的人被称之为11月罪人。也正是因为一战德国战败，导致希特勒坚定地认为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决心要投身政治。1918年11月，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战后的慕尼黑几乎面目全非，先前的巴伐利亚国王早已经退位。经过多次的政变和革命，短短几个月之内，政权几经易手。到了1919年夏天，巴伐利亚的政权最终名义上落在了一个温和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手中，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但实际上，在混乱中，巴伐利亚真正的权力早就已经悄然地滑入了右派手中。他们当中包括原本巴伐利亚王室成员的保皇派，看不上刚在柏林成立共和国的保守派、退伍军人以及正规的国防军。那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920年3月，国防军推翻了社会民主党政府，成立了一个右翼政权。而到了这个时候，慕尼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国国内所有想要推翻共和国的右翼势力的中心。而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被国防军政治部吸纳成为了线人，用以探听和调查慕尼黑大大小小的地下政治小团体，特别是左翼的政治团体。那这个时候，希特勒就认为他多多少少都有点开始参与政治了。当年的9月份，希特勒接到国防军政治部下达的一项任务，让他去调查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团体。他带着命令去参加了一次这个小团体的政治集会。这次集会总共只有25人参加。希特勒认为这个所谓的党跟其他所有新成立的政治组织没有任何区别，多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聚集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当他正在考虑要不要走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所谓的教授的言论，说巴伐利亚应该脱离德国，跟奥地利合并，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希特勒忍不住疯狂地反驳了这个教授，因为他是一个日耳曼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日耳曼人要有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分裂。当他反驳完了，正准备转身离开之际，有个人走上前来，递给他一个小册子，就类似于德国工人党的党章。很明显，这个人认为希特勒的言论非常符合他们党的主张。果不其然，第二天，希特勒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邀请他正式加入德国工人党，并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会议。
希特勒觉得又荒唐又搞笑，因为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小小的只有几十个人的政治团伙，但他没能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定还是参加一次他们的委员会会议。最终，希特勒成为了德国工人党第57名党员以及该党的第7个委员会委员。因为他思来想去，虽然德国工人党名不见经传，但也正是因为他们无足轻重，才可以让他这样有精力、有思想的有为青年能有机会参与真正的政治活动。而后，他们这个小团伙又组织了一次集会。开句玩笑的说啊，这次集会可谓空前的成功啊，因为与会人数划时代的超过了100人，来到了惊人的111人。那会上呢，希特勒就用他在维也纳的卡尔卢格市长那里学来的演讲本领，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随后，他们竟然收到了总共超过300马克的政治捐款，那这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因为希特勒在维也纳还学到了如何巧妙地利用群众的力量以及对舆论的操控，所以他们党的高层决定让希特勒来接手德国工人党的宣传工作。于是，在1920年的2月24日，他又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集会。那这次集会就真的是规模空前的大了，超过了2000人参与。在会上呢，希特勒就宣读了由他们党的创党领袖，一个名叫德拉克斯勒的铁匠，经济学怪人费德尔，还有他本人所草拟的25点纲领，就类似于新的党纲，其中不乏大量的非常极端的言论。就比如，所有日耳曼人生活的地方必须要变成一个统一的德国，放高利贷的人、投机分子必须要处以死刑，以及犹太人不允许担任任何公职、从事新闻行业，甚至不能完全享有公民权利等主张。那这些主张就完全迎合了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人，还有大量底层的愚昧民众，特别是一战战败后，德国陷于一片萧条跟慌张当中，那些看不见未来、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那这样一来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他们这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党。那为了让他们这个小党看起来可以囊括尽量多的群体，于是在1920年4月1日这个颇具玩笑意味的日子，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希特勒在他的前面加上了民族社会主义，从这天开始，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英文缩写是 NAZI。 对，没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党。此后，希特勒在纳粹党的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显得非常的积极。最开始的时候，为了维持他们纳粹党在集会时的现场秩序不被其他政治势力所扰乱，希特勒着手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纳粹冲锋队。队员大多都是一些膀大腰圆的退伍军人，队长呢就是退伍的一战德军上尉恩斯特罗姆。但是到了后来，纳粹冲锋队已经不再满足于只维持自己集会的现场秩序，逐渐开始去扰乱其他政治势力的集会。1921年，有一次，希特勒身先士卒，带领纳粹冲锋队突袭了一个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的集会，并且打伤了他们的领导者。为此，希特勒被判刑了3个月，但是最终只关了1个月就被释放。虽然这让希特勒第一次尝到了监狱的滋味，但反而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斗士，让他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拥护。那至此，希特勒就已经开始毫无争辩地转变为纳粹党的领导者。可能他觉得还是缺少了一些什么，因为虽然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纳粹党，但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目了然地代表他们。于是这个年轻时梦想在维也纳当艺术家，但最终却沦落为流浪汉的人，终于在此时发挥了他艺术家的天赋，为他们纳粹党设计了一面鲜明的旗帜，红底白色的圆圈，中间一个黑色带钩十字，并且以此为蓝本设计了党员制服的袖章，带有漂亮流苏的纳粹锦旗、纳粹徽章等等一系列标志物。他告诉他的党员们，红色代表他们所做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代表民族主义思想，黑色代表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并且不光如此，红白黑3色还是前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与其说这是艺术的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高超的宣传手段。从此，纳粹党有了一个其他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媲美的标记。那些一战战败后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人们，都纷纷聚集到了这个黑色带钩十字的下面。Unser deutsches Volk und
unser Vaterland die Bewegung, die beides einmal retten muss.当一个人对一个组织的贡献过多了，别人有求于他的过多了，就难免会有一些志得意满，会变得野蛮专横、刚愎自用。那对于希特勒这样的人来说呢，自然就更不会例外了。他开始在党内独断专权，这就导致党内有很多人开始对他心生不满，其中甚至不乏有些创党的元老。于是，在有一次希特勒北上柏林的时候，党内的很多人开始蠢蠢欲动，背地里串联，想趁他不在的时候，通过跟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的方式，伺机推翻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领导。当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火冒三丈，马不停蹄地赶回慕尼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要赶回去收拾这帮愚蠢的疯子，要粉碎他们的阴谋。希特勒依旧运用了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到的政治手段，不紧不慢，以退为进。他宣布他可以退出纳粹党。起初呢，这些人还以为是自己赢得了胜利，迫使希特勒让步。但是很快其他成员就发现，这对纳粹党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希特勒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宣传者，更是拥有几乎没有人能企及的高超的演讲水平。纳粹党几乎所有的政治捐款都来自于希特勒那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尽管希特勒自己本人并没有从他为纳粹党所谋得的政治捐款当中攫取哪怕1分钱的私利，很快希特勒口中的这些愚蠢的疯子就妥协了。但是这个时候妥协就要付出代价了，希特勒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趁此机会迫使纳粹党其他高层全面投降，让他来担任纳粹党的唯一领袖，要拥有明确的独裁的权利，取消委员会，禁止纳粹党跟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勾勾搭搭、眉来眼去。那这些要求，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在不久之后，党内有了对希特勒的一次强烈的声讨。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为首的就是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的创党领袖，那个名叫德拉克斯勒的铁匠。最后一次声讨的最终结果，希特勒担任主席，德拉克斯勒明升暗降，担任纳粹党的名誉主席，不久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而之前希特勒的那些还仅仅是口头的要求，要有明确的独裁的权利，取消委员会等等，则写进了纳粹党的党章，并且确立为领袖原则。从这个时候开始，希特勒在党内就不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意见了。那当然这个领袖原则后来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国法。当希特勒已经完全掌控纳粹党之后，就正式的脱离了国防军。别忘了，他之前是靠给国防军政治部当线人来安身立命的，但是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资本，就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其他势力。他开始着手改组纳粹党，花6万马克买了一家叫做《人民观察家报》的濒临破产的报纸。这样一来，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一家报纸来充当他们的宣传机器。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下属大多都已经加入了纳粹党，或者即将加入纳粹党，包括保罗·戈培尔、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恩斯特·罗姆、海因里希·希姆莱、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卡尔·霍斯霍夫等等等等。正是这些人在不久之后搅乱了整个世界。Und die Bewegung sind Lebensausdruck unseres Volkes und damit ein Symbol des Ewigen. Es lebe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Es lebe